东北刘老汉意外救下一只东北虎，将它抚养长大后放归山林。3年后，小孙子失踪遇险，东北虎为其提供线索。事发当天，刘老汉的儿子儿媳吵得不可开交，说了些不该说的话，被小孙子小宝听到了，小宝便从家里跑了出去。刘老汉看天色已晚，实在放心不下，便出去寻找，找遍了整个村子都没有发现小宝的身影。刘老汉突然想起3年前小宝被村子里的小孩嘲笑，一时气不过，直接跑到了山上。这次会不会也在山上呢？来不及多想，刘老汉拿着手电筒就往山上走去。不出所料，小宝就躺在一棵大树下，身旁还有一只体型巨大的东北虎。刘老汉不仅没有害怕，反而上前抚摸东北虎，对他表示感谢。这只东北虎和老刘家很有缘分，老刘的儿子儿媳一直以来感情不和，经常听到他们吵架，小宝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。儿子儿媳也知道这样对孩子不好，于是分别前往2个城市打工，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。小宝就这样成了留守儿童，和爷爷住在乡下。小宝这孩子非常可怜，村子里的小孩都说小宝的父母不要他了，没有人愿意和小宝玩，小宝只能每天和爷爷待在一起。老刘对此感到心疼又无奈，小宝还这么小，每天就只能和自己在山上捡柴火，根本没有玩伴，老刘非常发愁。不过一天上山的时候，小宝惊喜地喊道：“爷爷，这里有只小猫咪，我们把它带回家吧。”小男孩在山上捡到小花猫，想带回家养，却遭到强烈反对。爷爷老刘当时就觉得小孙子怀里抱的小野猫似乎有点不对劲，但看着小宝爱不释手的样子，老刘还是不忍心拒绝，只好同意了小宝的请求，帮着他把小猫带回了家。这是小宝的第一个玩伴，看得出来小宝对这只小猫非常上心。老刘给小野猫找了些羊奶粉，小宝争着抢着要自己喂，看得出来他非常喜欢这只小猫。但老刘还是放心不下，趁着小宝睡觉的时候，仔细观察了这只小野猫，看着它的牙齿以及身上的花纹，老刘更加确信了自己的猜测，这根本不是小野猫，而是一只老虎。老刘当时就决定把它重新放回山里，留在家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然而小宝却死活不同意，不管老刘怎么劝都不行。小宝祈求爷爷将它留下来，看着小宝如此舍不得，老刘还是心软了。小孙子从小就没有玩伴，不如就把他留下来陪着小宝，长大了再送走也不迟。得到爷爷的允许之后，小宝显然非常开心，还给这只小猫取了个名字叫小花。小宝不再每天围在爷爷身边打转，他主动承担了照顾小花的责任，每天给小花喂奶，看着小花一天天长大，有小花陪伴的日子似乎过得格外快。一眨眼就来到了年关，小宝的父母也从城里回来了。小宝妈妈刚回到家，看到小花后直接惊呼出声：“老虎！家里有一只老虎！”老刘赶紧向儿子儿媳说明事情经过。在家里养一只老虎，这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吗？老刘的儿子认为小宝确实缺少陪伴，但也不能养一只老虎在身边吧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。小花慢慢长大了，不能再留在家里了，否则老刘和小宝都会有危险。小宝根本不愿意相信小花是一只老虎，但在父亲的解释下，小宝终于意识到小花有多危险。在一家人的陪伴下，小宝亲自将小花送回了山林。从这天之后，小宝再也没有见过小花。时间一眨眼来到3年后，小宝已经要上小学了。父母在小宝应该在村子里上学还是城里上学这件事上产生了分歧，一时间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出来。小宝妈妈甚至说自己以后什么都不管了。没想到这句话让小宝听见了，直接转头就跑了出去。老刘对儿子儿媳非常无奈，眼看着天就要黑了，小宝这时候跑出去会遇到危险，老刘也拿着手电筒追了出去，脑海中回忆着小宝经常去的几个地方，终于在山上找到了小宝。消失3年的小花也出现在小宝身边，此时的小宝浑身是血，这可把老刘吓坏了。小宝让爷爷不要担心，自己在山上遇到了野猪，是小花救了自己。老刘没想到自己还能再次见到小花，3年未见，小花已经长成一只体型巨大的成年虎，但面对自己的时候还是那么乖巧温顺。他没想到小花还记得自己和小宝，关键时刻救下了小孙子。老刘轻轻抚摸着小花，对小花表示